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紫妍带着萧炎几人踏入兽灵罩，他们的视野中出现了一片荒凉的、布满了赤红色沙土的平原。平原中心有一座高达100丈的古老巨石祭坛，祭坛中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威严弥漫而出，瞬间让萧炎等人体内的斗气都变得阻塞。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紫妍直奔祭坛，萧炎几人跟在紫妍的后面。等他们到达祭坛，就看到了紫妍无比震惊的脸。祭坛的中央有一方金紫两色的石台，石台上一个半尺大小的凹槽中长出了一株不过拇指粗细的小树苗，小树苗的顶端悬挂着一枚金紫两色的果实，果实的金色部分是一条缩小了无数倍的太虚古龙，紫色则是一头展翅而舞的远古天皇。萧炎他们感受到的威压就是从这个果实中传出来的。紫妍告诉他们，这个是只存在于古龙一族古籍中的龙皇本源果，这种果实需要吸收太虚古龙和天皇的生命力，才有不超过1成的几率出世。在古龙一族的记载中，龙皇本源果仅仅出现过5次，而这是第6次。紫妍愣了片刻，猛地转头看向下方的平原，下方平原赤红色土地中的苍白颜色隐隐勾勒出了一具体型极具庞大的巨龙以及天皇的骸骨，庞大的骸骨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圆形，将这片平原圈住。而这座巨石祭坛则正好处于这个圆圈的正中央，这里曾经陨落了一头太虚古龙和远古天皇。不过紫妍能感受到远古天皇的气息明显比不上太虚古龙。紫妍脸色凝重地说，龙皇本源果必须要收走，不然要是被天妖皇族得到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进化出拥有龙皇血脉于一体的至尊之兽，到时候太虚古龙一族都将受到威胁。但就在紫妍准备动手的时候，这片空间突然泛起了一阵剧烈的波动，兽灵罩再次被撕裂开，一群人闯了进来。闯进来的人是天妖皇族一行人。凤青儿看到祭坛上的龙皇本源果，不由得大声尖叫了起来。听到龙皇本源果，他身旁的白衣男子眼中涌上一抹疯狂的狂热之色。紫妍小脸冰冷地收回了手，收取龙皇本源果需要的手段颇为繁琐，现在只有先把这些不速之客撵走，才能安心地收取果实。萧炎看着闯进来的一群人，轻声说，准备动手吧。凤青儿让萧炎立刻带人离开祭坛，否则今日就让他们永葬于此。萧炎并没有理会凤青儿这个小丑，而是仔细观察他们的实力。这群人中不仅有雷尊者，还有大地虎族以及银月狼族的族长，他们2人都是货真价实的2星斗尊。凤青儿身旁的白衣男子和一位身着黑袍的老者也都是斗尊级别的强者，算起来他们足足有5名斗尊。好在萧炎这边加上天妖魁和刚刚得到的10具傀儡，足以抵挡6名斗尊。这片天地的氛围一时之间变得剑拔弩张。萧炎放出新得的傀儡后，身形缓缓升空，紫褐色的火焰在头顶上凝聚成庞大的火龙，他的声音响彻天地，今日我倒要看看谁能将东西从这祭坛之上抢走。白衣男子目光冰冷地看向半空中的萧炎，而后看向身旁一直未曾开口的老者，请他出手。黄轩缓缓朝前踏出几步，随着他脚步的落下，他的气息生生地突破到了5星斗尊的层次。萧炎没想到这个看着最不起眼的老者居然是天妖皇族这群人中最强的，但仅凭一个5星斗尊还没资格让他们退去。萧炎狂妄的话让黄轩的脸变得阴冷，下令一个不留。萧炎让打不坏的天妖魁对战黄轩，熊战、小医仙和天火尊者分别对上了雷尊者他们3人，他自己则对上天妖皇族另一个斗尊强者。就在他们开打后不久，萧炎发现凤青儿正咬破手指，勾画出一个奇异的符文。这道符文出现的刹那，整片天空似乎响起了一道细微的凤鸣声。萧炎等人听到这个声音，灵魂都狠狠地颤了一下。凤青儿恭敬地跪在天空上，伴随着他以血为气，以气为符，唤醒祖魂的话音落下，符文爆发出璀璨的光芒，落在赤红平原上。平原上的天皇骸骨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缓缓地动了起来，一股传承自远古的苍凉气息弥漫而开。在这股气息之下，萧炎等人体内运转的斗气变得异常阻塞。察觉到远古天皇残留的力量，萧炎几人急忙脱离战场，退到祭坛上。凤青儿被那个苍凉的气息包裹着，她的双眼中金光闪烁，一股毁天灭地的可怕能量朝着萧炎几人而去。
就在萧炎几人准备出手时，紫妍娇小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她的声音中爆发出一种比远古天皇更加恐怖的威压。与太虚古龙的祖魂相比，凤青儿召唤的祖魂实在太弱了。黄轩一行人之前没有细想为什么萧炎他们能进入兽灵罩，现在看到紫妍这个太虚古龙，才终于反应过来。但很快，黄轩就发现紫妍这只太虚古龙还只是幼年，他让凤青儿用祖魂杀了紫妍。凤青儿点点头，玉手一握，一只金光天皇成型，对着祭坛上的人而去。面对如此恐怖的阵仗，紫妍缓缓踏出2步，小手隔空对着巨大的金黄狠狠一握。紫妍这一掌将金黄困在崩塌的空间中，凤青儿喷出一口紫色的鲜血，隔空投送在金黄的身上。突如其来的血液之力让金黄力量大增，挣脱了崩塌的空间。紫妍再次伸出小手，紫色的光柱迅速化为一头巨大的太虚古龙。太虚古龙的身体一扭，就将金黄生生的捏碎成一片片金色的光团。金黄破碎，凤青儿的脸颊顿时煞白，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意识到祖魂完全破碎，凤青儿十分震惊。黄轩暗自发苦，猛地一咬牙就准备撤退。现如今他们根本不可能抢得过萧炎一行人。等萧炎他们离开了兽灵罩，没有了太虚古龙祖魂的帮助，他们抢夺的机会多的是。看到这些人想要离开，紫妍冷哼一声，隔空轰出一拳。黄轩十分勉强地接下了这一击。看到黄轩连紫妍一击都接不下，雷尊者几人狼狈地跟着跑了。他们离开后，紫妍娇躯一颤，身上的紫光飞速散去，小脸十分苍白。太虚古龙的祖魂太强，对紫妍来说负荷有点大。好在黄轩已经被他打伤了，就算再碰上，他的战斗力也要减弱2成。紫妍很清楚，龙皇本源果绝对不能落在天妖皇族的手中，而一旦出了远古遗迹，天妖皇族一定会召集族内的强者，所以紫妍也第一时间通知了太虚古龙一族的强者。龙皇本源果的能量太过恐怖，紫妍只能将它暂时封印在体内，等待族中长老处理。东西到手后，萧炎几人也再次回到了走廊中，正准备往大厅中心去的时候，他们看到搜寻宝贝的队伍都朝着一个方向而去，几人对视一眼，就跟在了这些队伍后面。跟着大部队过了几条走廊后，萧炎闻到一股很浓郁的丹药香味，他猜测这里应该是储存丹药的丹房。一听到跟丹药有关，众人都有些心动。在加速将前面的队伍都超越后，萧炎来到了一座充满古气的丹殿。丹殿的第1层已经被搜刮完了，第2层因为有毒气的原因，人要少一点，但也不剩什么东西了。萧炎几人放弃了第2层，直接去到了第3层。进入第3层后，萧炎一路搜刮了7、8个丹室后，推开了一间位于角落处的丹室大门。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间丹室要狭窄许多，并且一片狼藉，像是已经被人光顾过了的样子。就在萧炎刚想转身离开的时候，一道白影从丹室内跑过。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